启斌，我是龚启斌。喂！龚启斌，毁了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少说废话，结果怎么样了？电话线全炸断了，离县市里剩下的人不多了。我带了1个营上来，都交给你了。哎，你别上！快！哎，快！队长，外边危险！队长，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打反击，不惜代价的打反击。好，我马上组织队伍。不用组织别的队伍了，就我带来的那个营，你兵分2路，从2侧打出去，这样声势更大，效果更好。是。吴电波，全国解放以后，我要向中央和毛主席建议，派你来治理黄河。黄河水患不断，全国解放以后，肯定要大兴土木。首长，那这个任务我就先接下来了。到时候我把我们旅的老兄弟都带上。哎，司令员，老苏，司令员，你怎么样？司令员，你怎么了，老苏？司令员，老毛病犯了，让刘喜给我打盆凉水来。刘喜，快打盆凉水来！司令员，首长，来，没事，慢点，没事，没事。来，首长，没事。哎，老傅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司令员多次负伤，现在身体里还有敌人的子弹，脑袋里有弹片。每当劳累过度，就会引起剧烈的疼痛、晕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哦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没事了。哦，老毛病了。同志们，52旅来支援我们了，打呀！
命令，全线反击！全线反击！全线反击！给我狠狠的打！同志们，我们要为旅长报仇啊！冲啊！28师退下来了。鸣枪示警，鸣枪警告，鸣枪！快跑！升击！一群废物！
张灵甫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这个畜生，老子非毙了你不可！林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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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灵甫，林座，我毙了你！林座，我跟你没完！李长官，白长官，好几十号人呐，好几十条人命啊！那可都是咱们从广西带来的子弟兵啊！他张灵甫就这么对待咱们呐？李长官，我不服，我不服啊！你们马上撤回徐州，这个仗咱不打了。28师撤走了。哦，28师疯了，说走就走了。现在张灵甫的侧翼已经完全暴露，打反击啊！接范涛。是。接范涛。司令员。范涛，现在74师的左翼已经完全暴露，你们靠上去，给我狠狠的打！给我顶住！顶住！用燃烧弹！用燃烧弹呐！师座，共军向我们的左侧发动了强烈的进攻，现在我们势单力薄，这仗不能再打了。师座，28师这一撤，我们的左翼完全暴露，这个方向我们连条沟都没有挖，肯定挡不住共军的进攻啊！共军的援军源源不断，是不是山东的共军到了？师座，师座，下决心撤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师座，师座。委座，张灵甫，我对不起您老人家。撤。涟水城外的大战总共进行了14天，敌人伤亡9000余人，整编74师受到重创。我华中分局安全撤出两淮地区，华中野战军也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。但涟水战役是华东战场最为惨烈的阻击战之一。旅长，恭喜兵来送你了！
都是我不好，没有保护好你。旅长，你一路走好。旅长，旅长，旅长。多保重，杨浩上。多保重啊，多保重。亲爱的战友们，再见了，我会回来的，我会回来和同志们在一起的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不能再喝了，喝一杯，不能再喝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哎呦，你别再喝了。坐。林父兄，不就是损失了几千人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回头我们跟国防部、陈总让他们好好说说。尽快给你补齐，不就完了吗？我真没有想到共军的防御能力怎么这么强啊！金黄，这1年之内，共军的战斗力怎么提升这么快呀？林父兄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呐！共军这回是真急了。你想啊，海安丢了，两淮也丢了。如果他再把涟水丢了，那他不是丧家之犬吗？能不急吗？几个月之前，我74师奉命调离南京到苏北作战，委座亲自把酒送行，那是何等的威风啊！我踌躇满志，一心想着要报答委座的知遇之恩。可是几仗下来，伤亡过半且不说，我的这一腔热血呀，再也鼓不起来了。
继皇兄，我后悔不听你当初之言呐。是共军的战术太厉害了。哎，无论是战略和战术，共军都比我们强。现在我算明白了，共军向东则东，向西则西，轻盈灵动，不拘一格。攻则如利剑穿心，守则如泰山压顶啊！林父兄啊，你怎么跟他一个腔调了？唉，仗再这么打下去，用不了2年，我们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林甫，你醉了。继皇啊，说说，咱们还有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我们还是有办法的。第一，从现在开始，再也不能轻敌了。什么2个月、3个月就能打败共军？全他娘的都是痴人说梦！对，现在党国必须全面动员起来，再也不能躲在大城市里纸醉金迷，成天就想着升官发财、搞姨太太。对呀！还有第二，必须把那些个只会吹牛拍马、行贿受贿的饭桶草包们，都从重要的岗位上统统的拉下来。对，你换上那些真正能打仗的人。第三，我们一定要调整战略，要放弃一些城市，要把集中兵力当成我们的首要战略问题来考虑。对，还有把粟裕搞掉他。说的有道理。我说继皇兄，你也醉了。你提出的这些方法，那不是要搞一场革命吗？可惜呀，革命是搞不成的。老苏，守住了涟水，两淮失守之后的被动局面，总算可以稳定下来了。这基本上是一次消耗战，我不喜欢打这样的消耗战。这一仗不能不打，虽然损失大了点儿，但还是值得的。保住了涟水城，掩护了华中机关的转移，而且打得74师元气大伤。我们自己也积累了打硬仗、打恶仗的经验。更重要的是，把形势暂时稳定下来了。全军起码可以争取到1个月的休整时间。是啊，不过华东的战争不能这么打，需要改变方法。有什么想法吗？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，我们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。是啊，我们华野只有3、4万人，机动兵力也就3万，确实难于应付当前的形势。山东野战军有6万，华中野战军加上山东野战军，我们在华中地区就拥有10万兵力。如果把这10万兵力集中起来使用，我们完全有条件打大规模的歼灭战。你是说，把2大野战军集中起来使用？华中和山东2大野战军，如果仅仅像过去那样进行战略配合，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战争形势。必须把这2大野战军集中起来，共同作战。咱们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副骑兵到，准备给军部发报。是，将，撤！
山东分局来电报，提出了山东、华中2个野战军统一指挥、统一作战的设想。这是一个富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啊！这2个野战军相距不远呢，本来呢，就是同属于一个地区，统一指挥、统一作战，就会形成一个统一的华东战场。这对于我们南线作战是非常有利的。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建议啊，我完全赞成。我的意见呢，等条件成熟的时候，索性把2个野战军呢合并起来，搞一个指挥部，不要搞2个指挥部啊。2个指挥部打起仗来不方便呐。2野合并的问题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合并之后呢，改编成华东野战军，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，大政方针呢，由陈毅、张鼎丞、邓子恢、曾山、粟裕、谭震林等各位同志共同来决定。战役指挥嘛，就交给粟裕负责。你们看怎么样啊？很好，我看可以。陈毅同志也有这个建议。2军合并啊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定，对华东战场，对全国各大战场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。气可鼓而不可泄。2军合并的第1仗，必须打胜，而且一定要打胜。各位，华东共军经过数月来的严重打击，人数锐减，弹粮匮乏，疲惫不堪。最后消灭华东共军的时机已经成熟。在委座的亲自主持下，经过反复研究酝酿，华东战场的战略方针已经形成。华东战场兵分4路，大军所至，绵延数千里，涉及苏、鲁、皖、豫数省。这是一场亘古少见的大战，我辈军人此时不奋起扬威，更待何时？我相信，有委座的英明决策、天才调度，有各位将领的果敢指挥，我国军将士必奋勇争先，以雷霆万钧之力，一举消灭华东共军。是。现在敌人已经进入。政委，老苏，华中分局的同志们询问你的身体情况。没什么大事儿。政委，替我给他们回个电报，谢谢同志们。你是不是需要到后方去休息几天？不用了，这好也好不了，这坏不到哪儿去。战争结束后啊，送你去苏联，把子弹和弹片取出来，要不然早晚要坏事。是啊，战争结束了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。老傅，接着说。现在敌人兵分4路。李默安这一路呢，进攻盐城和阜宁方向；李延年这一路呢，进攻涟水方向；吴奇伟这一路呢，进攻沭阳方向；冯治安这一路进攻临城方向。重点是沭阳这一路，对我们的威胁最大。是啊，这一路是由胡琏的整编第11师和戴之奇的第69师组成。张灵甫、胡琏、戴之奇是蒋军阵营里最反动的家伙，他们的部队在敌人军中也是最强的。必须打掉这一路，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和山东野战军会合。老苏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沭阳这一路的确最为讨厌，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先打他。你们看，李默安这一路推进的速度非常快，已经接近盐城。你想打李默安？我们撤出2环和涟水战役之后，军心和民心都有所波动。再怎么解释，也不如打一个大胜仗能够说明问题。要打胜仗，打哪一路最有把握？当然是打李默安了。这一路，第1梯队
是由李天霞的整编83师和李铁牛的第65师组成。这2个师啊，在苏中战役中被我们吃掉了一大半，是我们的手下败将。不过问题是，他们还有第2梯队，那就是整编第49师和第67师。还有一个原因，目前情况下，我们不能轻易放弃盐城。首长，电报。老索，中央的判断和你的完全一致，中央命令我们组织盐城保卫战。那我有点不明白了。从前中央和毛主席对于组织城市保卫战，那历来是不感兴趣的，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。哎，最近是不是有点变了？不是，我们在苏北打了半年，消灭了敌军7、8万人，但是敌人是越打越多，形势依然严峻，局势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。我们只有消灭大量的敌人，才能彻底改变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。首长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央的指示精神？盐城保卫战不仅仅是保住盐城，更重要的是利用敌人充分想攻占盐城的心理，消灭敌人。基本准确。命令7纵迅速穿插至敌人第1梯队和第2梯队之间，隔断敌人2个梯队之间的联系。命令1师绕行至敌攻城部队侧背，首先发起攻击，然后7纵全线反击，力争全歼83师和65师。各参战部队必须于明天早上6点钟之前完成部署。哎，我得赶紧去起草命令了。哎，老傅，你说这苏司令是不是早就有了预案呢？他怎么就料定会打盐城啊？不一定有预案，敌情我情民情，天气道路地形，苏司令全都烂熟于胸。哎，你没看到吗？每天苏司令花多少时间站在地图旁，那作战方案说来就来，不奇怪。等战争结束以后啊，我一定得专门给苏司令写本书。哎，行了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办啊。我说大秀才，你现在得赶紧准备一些宣传品，说不定啊俘虏会很多。李天霞和李铁牛的部队都是惊弓之鸟啊。好，我现在啊就去准备宣传单。哎，要不要我派人给你送到部队去？哎呀，不用了，我手下有宣传队，让他们去就行了。啊，哎，那个文工团叫周岩的那个女孩子，上好利索了没有？早好了。啊，哎，对了，我昨天下午还看见她给小虎写信呢。真的？那还能骗你啊？我看有情况啊。胡扯！2个小孩子能有什么情况？小孩子是啊，那人小鬼大，你没听说过啊？啊，那小孩子说不定还就能给你整出点动静来呢。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老傅，我们的革命后代傅小虎同志，说不定就能给你整出点惊喜。哎，这家伙！丁兄啊，你对这次华东战略是怎么看的？哦，兵力分散，毫无新意。就像李天霞上次说的那样，看上去呢是你去打人家，其实啊就是送上门去让人家打呀。可是我们这每一路实力都很强啊。华东啊就像一口大锅，把兵力分散到各个方面平均使用，那就等于是往一口大锅里撒胡椒面。你想想看，把胡椒面撒在一口大锅里，还能找得着吗？那以你的判断，粟裕这次会有什么应对之举？当然是集中兵力，先打我们一路，然后再去打另一路。我们这些个官老爷们呐，就是不懂得集中兵力这么一个简单的常识。哎，丁兄啊，你感觉他们会先打哪一路啊？你真是把我当成诸葛孔明了。粟裕这人
有时他先打弱，有时呢又先打强，有时先打近的，有时候又先去打远的。天知道，真是搞不懂他。老天爷造了他这种人，简直是专门用来打仗的。我说丁兄啊，他会不会先打我呀？戴兄，只要你集中兵力，紧紧地跟11师靠在一块儿，他轻易是不会动你的。还有，假如你要再能拉上一个整编师跟你靠在一块儿，你就绝对保险了。嗨，3个整编师挤在一起，这叫什么呀？推土机呀！哎。司令，政委，齐纵昨天夜里与整编65师遭遇，65师一见是我们主力部队，丢下83师就跑。李天霞一看65师跑了，也带着83师赶紧跑。哎呦，他们跑得可真快啊！我1师啊，紧赶慢赶，也就抓住了敌人一个尾巴。煮熟的鸭子就飞了。哎，就是，哎，你说这叫什么鸟部队啊？哎，怎么一打就溜啊？啊，我们又白忙活了。哎，也不白忙活，我们至少歼敌6000多呀。算了，刘喜儿，首长，给我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发，去同军长会合。是。傅启平，哎，告诉随行的同志们，把脸洗干净，换上干净衣服，这衣服破了的要补好，不然军长要是骂他们，我可不替他们说情啊。是。政委，我要走了，你要留在地方工作。本来我想拿李天霞或者李铁牛给军长做见面礼，现在2个都跑了，你看，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？哎，4中队刚刚破译的69师师长戴之奇的那份电报，是不是可以给军长做见面礼啊？哎，我也正在琢磨这个戴之奇呢。对，哎，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啊！政委，保重。见了军长，替我问好。好。
十里元来喽！哎，首长，首长，哎，嘿嘿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数十里元啊！走！哈哈哈哈！陈院长，哎呀，老总，你好，老伙计，我来了，来了好，来了好啊！我都等你们半天了，我那个肚皮啊都等饿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就是粟裕，大名鼎鼎的粟司令。首长好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这两下子还不都是跟陈局长学的吗？哎呀，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哎，我这个老师啊，现在老了。哎，最近身体怎么样啊？听说你经常犯那个头痛病。在军长面前，我哪有身体不好的资格呀？哎，这叫啥子话哟？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实事求是嘛。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哦，还有大仗等着你去打。好，走。走，请首长。同志们，现在宣布中央的决定。中央决定啊，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，成为华东野战军。中央决定啊，华东野战军由陈毅同志担任司令员兼政委，粟裕同志任副司令员，谭震林同志任副政委，陈士渠同志任参谋长，唐亮同志任政治部主任，钟其光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。中央决定啊，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同志领导下，大政方针由华中分局诸位同志共同商定，战役指挥呢由粟裕同志负责。大家不要忙到鼓掌哦。这两天啊，毛主席一口气啊来了5封电报。为啥子要来5封电报呢？毛主席对我们的情况有点不放心呢。毛主席命令啊，2个野战军合并后的第一仗，只需大胜，不许大败。可是啊，来了28个旅的国民党，蒋介石的5大主力，有2个到了我们这儿来了。镇边旗是事实，你们晓得吧？张灵甫的那个师，刚刚在涟水城下同粟裕同志大战了14天呐，厉害得很呐。镇边11师你们晓得吧？就是胡烈那个师，就是原来的18军啊，陈诚的看家部队，号称是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陆军部队。胡琏他既是镇边军的军长，又是镇边师的师长，还有镇边的第69师，也就是从前啊出了名的99师。师长戴子奇，你们晓得吧？3青团的中央委员，开口闭口就骂我们是共匪、土匪，人家喝过洋墨水，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哦。我就不信，他有啥子了不起啊？有没有啥子本事？我们战场上见。他人多是不是？人多有啥子了不起？我们华东各个根据地里面有2000万全力以赴支持我们的老百姓，他们的人有我们多吗？谁呀？你好。请问您是？哦，我是国防部的，我姓丁，同陈先生约好的。哦，丁先生啊，我听陈先生说过。来，进来。
丁先生，来。陈先生好。早就听说过陈先生过得清贫，果然是这样。啊，家里小孩多，不过温饱足矣。哎，丁先生，来坐。谢谢。你大概听说过，我一向是不在家里办公的。我知道。如果不是杜长官和李长官都给先生打了电话，先生是不会在家里见我的。你有什么事儿，请说吧。陈先生，我想见委员长。年轻人想跳龙门。陈先生，我想跟委座谈半个小时，只要半小时。这个我恐怕帮不了你。你可以向国防部通过正常的渠道打报告，如果有必要，委座自然会见你。可是，好了，我还有事儿，你请回吧。陈先生，现在华东危在旦夕，你不能不管呐。我确实有重要的军情要当面向委座汇报。你说吧。陈先生，第一，粟裕已经离开苏北，行踪不明。第二，共军陈毅的山东野战军和粟裕的华中野战军很可能要合二为一，而且现在粟裕也很可能已经北上，正在主持两军会合之事。那你为什么不向国防部或者参谋总部报告呢？陈先生，你不是不知道，要通过正常渠道，我必须向处长报告，处长再向厅长报告，厅长再向副部长、部长报告，最后到侍从室。这些处长、厅长、部长们，到底有几个不是满脑子升官发财？到底有几个是真正在为党国操心？而且他们直到现在根本看不起共军，不相信共军照这样打下去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打到这儿来呀。陈先生，华东是心腹之地，如果落在共党手里，党国就完了呀。丁先生，你回去吧。这件事儿我安排，你在家里等我的消息。谢谢陈先生，多谢陈先生。同志们，4路敌军之中，我准备先打宿迁这一路，先打戴之奇的整编69师，再打胡琏的整编11师。为什么先打这一路？因为他最反动，打内战最积极，他一心想抢占头功，现在已成突出之势。特别是戴之奇的整编69师，更是骄横不可一世。前天我们收到情报，戴之奇打算不等胡琏赶到，率先向新安镇发起进攻。打的就是他，就是对。这是我和陈老总共同商量后决定的。两军会合后的第一仗啊，一定要打赢，不能打败。毛主席已经连续强调了5次了，哎，大家明白不明白啊？党中央和毛主席明确指出，战役指挥交粟裕同志指挥。哎，大家晓得是为啥子啊？这是我陈毅向中央建议的。嘿嘿，我为啥子要建议啊？
因为啊，早在井冈山时期啊，我就跟粟裕同志在一起。抗战时期呢，我们俩也在一起。我对他呀是非常的了解哟，而且对他有完全的信心呢。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粟裕同志也有完全的信心呢。老总，所以以后啊，在战役中啊，粟裕同志的指示就是我的指示，粟裕同志的命令也就是我陈毅的命令。哎，列克马虎不得啊！我晓得呢，在我们山野有很多老革命、老资格啊，有很多人早在红军的长征时候啊，就是军长、司令。哎，我今天警告你们啊，以后在术士的面前，千万不要摆那个老资格，搞那个啥子啊老油条作风啊！报告，陈老总。哎，我说傅延代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半路上碰见俩劫匪，想抢我的宝贝烟袋，嘿，力气还忒大，没得手。独三师师长胡廷桥，都叫他胡延代，陕西人，参加过陕北暴动。这，你们哪个是粟裕呀？啊，我是粟裕。哎呀，天天听他们说粟裕呀，粟裕呀，原来就是你呀！不错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瘦啊？啊，白面书生啊！回头让我请个员给你送俩馍馍去。傅延代，哎，老总，你放肆！痛快！再来一桶！胡延代呀，胡延代，你这个身体啊，可真是没得说。这寒冬腊月的，哎呀，要是我呀，我可不敢呐。那当然了，倒水！我可告诉你啊，看，白狗子小日本在老子身上留了这么多窟窿眼，没事儿。喝酒打仗娶婆姨，咱样样不耽误。那你小子运气好，没伤着要紧地儿。听说新来的苏司令员脑袋受过伤，到现在还经常闹头痛，一闹起来动都动不了。负过伤就头痛，那不是太娇气了吗？告诉你，打起仗来那可是要斗真格的。粟裕啊，粟裕啊！陈老总，哎，苏司令呢？啊，出去一会儿了。哦，昨晚上看了一夜地图，各个机关单位啊，一直有人来请示战役准备工作，天亮以后才消停。苏司令说出去透透气儿。哎，哦，对了，副级别，哎，你给这个机关同志讲一声，以后苏司令看地图的时候呢，不要去打扰他，让他集中精力好好工作，啊，有啥子事情呢，就找其他领导，或者直接来找我，啊。好。哦，还有他这个头痛病是个大问题啊，你找个医生好好给他看一看。哎，算了，这个事情啊你也办不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老总啊，看一看恐怕不管用啊，需要动手术，得把脑袋里面这弹片取出来呀。动手术，我们现在没得这个条件咯。哎呀，师兄啊，你告诉我，是政治重要还是军事重要啊？在后方，政治重要；在前方，军事重要。陈先生，对不对啊？军事是手段，当然，政治重要。不，你们都错了。不管是在前方还是后方，军事最为重要。有了军事，才有政治，
没有军事，政治根本连搭台唱戏的地方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政治家只不过是军事家雇来的一群戏子。哼。委座既是军事家，又是政治家，感同身受，一语中的啊。张灵甫一口气杀了广西部队几10个人，桂系很有意见呐。这件事，你和李宗仁、白崇禧商量过吗？已经谈过2次，最近快要开国大了，他们都很忙，也没时间多谈。各方诸侯，现在是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我们中国的政治，就是被这些人搞得乌烟瘴气。人人都想分一杯羹嘛。搞政治，他们还嫩得很。委座，广西部队还是很能打仗的。现在在华东战区，广西部队很多，我们应该和他们商量好，协作好。陈先生，现在谁都不可靠。桂系方面坚持要处分张灵甫。不，张灵甫要表彰。桂系部队自称自己能打仗，这件事他们自己要感到羞耻。子修啊，国大即将召开，这就是政治。政治这场戏想唱得好，还要看军事这个台子搭得好不好。现在华东局势，我们投入了大量的军事力量，你们看还有没有问题啊？华东方面总体上还是不错的，几个月来，我们的控制区已经大为扩大。苏北各重镇大部分已被我夺取，有情报显示，苏北共军损失惨重，溃不成军，已不能再战，打算向山东逃窜。这就是说，军事上解决苏北的目标很快就可以实现了。下一步就是政治方面了，肥区的清理、县乡政权的建立，这些方面的事情，现在也应该着手进行了。陈先生，你考虑一个办法，找陈立夫去办吧。委座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子修啊，你去忙吧。是。陈先生，你说华东战场还要打多久啊？关于华东的问题，依我之见，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？说。委座，关于华东军事，我想请您见一个人。我同他谈过一次话，这个人有独到的见解。哦。最近呢，胡宗南的部队调动非常频繁。蒋介石啊，就是要以开国大和打延安的2件事情啊，来打击我党。蒋委员长现在就是一心想快点登基当总统。天无2日，民无2主，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酣睡？必须除之而后快。这是可想而知的啊。就算蒋介石占领了延安，也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大局，也挽救不了他的灭亡的命运。你请坐吧。是。
陈先生，你也请坐吧。年轻人，我听说你在国防部研究华东军事。是的，委员长。坐下说。委座，你一定注意到了，苏中、苏北的战场正在一路北移。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南通附近，然后在泰兴、如皋、海安，然后是盐城，再然后就是到了两淮，现在是在沭阳和宿迁。这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向北进攻。是，表面上看是我们在引导战争向北发展，但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。在哪里作战，和哪一路军交战，这个主动权一直掌握在共军的手里。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，共军正在有意地引诱我们把战场北移。北移对共军有什么好处吗？委座，现在战场已经接近山东，山东共军加上华中共军有10万之众，如果两支共军会合，他们将构成华东战场上最强有力的战术集团。所以，共军引诱我们把战场北移，就是为了实现这两支野战军的会合。就算他们会合了，10万人也不可能集中在一起吧？怎么会是一个战术集团呢？共军和我们不同，集中使用兵力的作战原则，在他们那里是至高无上的。共军10万兵力虽然分散在几百里范围内，但是他们要集中兵力攻其一点，只需要1-2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调度。目前我们的战术集团没有一个能够抵抗住这么强大的攻势。苏中共军苦战数月，独立难支，已经是溃不成军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委座，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情报。据我的观察和研究，粟裕的部队在经过数月的战斗之后，他们已经从3万多发展到4万多人，而且在战场上，他们获取了我们大量的装备。现在他们的主力部队的装备水平已经接近我国军，而国军对目前战局的判断实在是太乐观了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委座，山东共军和华中共军如果会合，华东战局将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拿出对策呀！难道我们没有对策吗？委座，我们的交通线拉得过长，牵制了大量的机动兵力，而且我们华北战场上战略模糊，战术陈旧，还缺少多谋善断的主帅。如果共军会合之后，必将产生一个战略转移。哦，那会往什么地方转移啊？他们在战略上会变得更加主动，会主动地向我们发起更加强有力的攻击。难道共军能对我们构成威胁吗？你能相信共军这个实力吗？共军虽然顽劣，但是他能以卵击石吗？年轻人，你虽然看过共产党的不少材料，但是你对共产党的了解还是太少了。委座，华东不能这么打呀！丁先生，
哎，来，我就贴这儿了。好。慢点，别撕了。来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。5万分之一的战场地图挂那边。哎，那个我看看啊。对，这是挂那边的。哎，好嘞。20万分之一的战区地图挂在那边。行。50万分之一的战场地图挂在这边。是。这是100万分之一的全国地图挂在这儿。是啊。要挂这么多啊？这是苏司令员的习惯。哎，你们要把位置记好了啊。是。以后就这么布置。哎，处长，苏司令打仗的时候脾气大不大？有的首长平时挺好，可是打起仗来就火冒三丈。苏司令啊，打仗的时候啊不爱说话。哎，我说啊，你们要把作战前后的各种资料都要分门别类的保存好，司令员呢随时都要查看。再有呢，就是作业要认真细致，啊，要求最高标准，就是错一个小数点，司令员也能看得出来。啊，开始布置吧。是。哎呀，来，看看我们的指挥所。哎呀，老总、司令员，你们都来了，这里边乱得很，还没布置好呢。哎呀，这可是个神仙清修的好地方啊！是哪个发现的？这里比较偏僻，离前线也比较近。它的名字叫三圣庙，是儒释道合为一家呀。古代的圣人也靠大团结呢，在圣人面前只会打仗，一定会心情舒畅哦。那老总来首诗吧。哎呀，诗嘛，等打完胜仗再写吧。现在先写副对联挂起来，我出个上联，你来接个下联。哎呦，恐怕我对不好。上联是风起云涌惊天地，这下联嘛，山呼庙应不骑兵，怎么样？山呼庙应不骑兵。哎呀，字面上马马虎虎啊，但这个含义呢，还是比较贴切的。老总，那就再给个横批吧。横批就是啊，苏北大捷。哟，这个恐怕得等打完仗才能挂出来了。哎，不，现在就挂，苏北大捷啊，一定要打出来，也一定能够打出来。来，老夫拿支笔，马上写。好。